你能想象43年前的丧尸片居然是这样的画风吗？海底僵尸大战夺命大白鲨，到底鹿死谁手？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很古老的丧尸恐怖电影《生人回避》。平静的海面上，一艘白色帆船漫无目的漂浮着，担心对海上交通造成影响，护卫队2名巡警登船查看，然而船上一个人也没有。船舱内杯盘狼藉，桌上的食物已经发烂发臭，一旁的钢琴架上甚至爬满虫子。就在巡警准备呼叫支援，把船只拖回去调查的时候，一只300多斤的胖子丧尸忽然撞破柜门冲了出来，巡警猝不及防，当场被丧尸扑倒，迅速领了盒饭。此时站在船头的另一位巡警完全没搞清楚状况，看着满身鲜血的丧尸缓缓向自己走过来，队友又迟迟不见出来，他赶紧拔出枪械警告丧尸抱头蹲下，可丧尸显然听不懂他说什么，继续向着这边冲来。巡警迫于无奈扣下了扳机，一梭子子弹全部击中了丧尸的身体，丧尸被打得连续后退，身子一歪，直接掉进了海中。很快，无人小船发生命案的消息就传回了总部，警方第一时间封锁现场。通过调查，他们发现这艘船的主人是女主安妮的父亲。面对警方的盘问，安妮一脸诧异地表示，3个月前父亲前往马托尔小岛看望朋友，之后再也没回来过。没想到父亲的船竟然飘到了这里。另一边，法医正在对死去的巡警进行尸检，死亡原因为颈动脉破损导致的过量失血。专心工作的2人并没察觉裹尸布下的尸体已经悄悄动了，一波丧尸危机正在悄悄酝酿。另一边，为查明父亲失踪的真相，安妮偷偷潜入船中，结果在这里遇到了记者彼得。尽管被警察察觉出风吹草动，机智的彼得假装和安妮在船上玩小游戏，成功搪塞漂亮过去。2人在船上发现一封信，是父亲写给安妮的，大概意思是在马托尔小岛上得了某种怪病，为了查清楚事情的真相，2人第2天便来到了码头，准备坐船前往马托尔，但当地渔民都不愿意载2人要去那个岛屿，说那座岛屿被魔鬼诅咒了，上岛后的人都没能回来。就在2人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对来这里旅游的情侣苏珊和布莱恩注意到了2人，他们正准备开船去那一带游玩，当即邀请安妮上船，说免费送他们一趟。当然，布莱恩对渔民的经验也有一丝忌惮，当场表示他和苏珊是不会登岛，将2人送岛后就会掉头去别的海域玩。快艇行进一段时间后，苏珊觉得这地方风景不错，立马找来潜水设备，十分豪爽地脱了个精光，翻身跳入了大海之中。就在苏珊光溜溜地徜徉在珊瑚礁中间时，一条大白鲨发现了她。看到深海自助餐上了新菜，大白鲨一路流着哈喇子游了过来。苏珊一转头，这才发现情况不对，赶紧转身躲闪，藏进了一旁的珊瑚礁之中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珊瑚礁里竟然藏着一只丧尸。见到苏珊过来，作势便咬，幸亏苏珊反应快，抄起一旁的珊瑚砸向丧尸的脸。摆脱危机后，大白鲨再次找了过来，但这次是和丧尸打在一起。好奇大白鲨要是被丧尸咬了，是不是也会变丧尸鲨呢？话说大白鲨大战丧尸这种画面还是十分值得期待的。面对大白鲨锋利的尖牙，丧尸节节败退，几个回合下来，丧尸的手就被大白鲨炫了下来，而苏珊则死里逃生。上船后，他赶紧把水下的情况告诉大家。与此同时，在神秘的马托尔小岛，医生和他的妻子阿梅就住在上面。明知岛上有丧尸，医生却还要坚持留下来研究丧尸病毒的解药，这让阿梅非常崩溃。最近小岛上被丧尸攻击的人越来越多，教堂中为病人提供的床位都快供应不上了。眼看躺在床上的大叔活不过今晚，医生吩咐护士将他悄悄带到储藏室，避免尸变后吓到其他病人。晚上，阿梅闭着眼睛洗澡，完全没有发现玻璃窗外丧尸腐烂不堪的手蠢蠢欲动。阿梅端起水杯准备吃药睡觉，突然屋外传来一阵骚动，阿梅吓得赶紧躲进房中。此时丧尸就站在门口准备推门进来，阿梅使出浑身力气才成功把门反锁。
就在他长舒一口气，以为暂时安全的时候，身后忽然传来激烈的砸门声。原来是丧尸推门不成，干脆开始暴力拆门。阿梅赶紧搬来柜子，奈何门板材料太过脆弱，丧尸直接一拳打穿了门板，紧紧抓住她的头发，将阿梅的眼睛缓缓拉向了门边的尖锐木刺。很显然，这波她是挺不过去了。画面回到彼得这边，4个人在海上航行了半天，终于靠近了小岛。原本计划着放下2人就离开，没想到快艇关键时刻发生故障。尽管感到晦气，但布莱恩和苏珊还是跟彼得一起登上了小岛。由于小岛面积十分巨大，他们发射信号弹之后，医生才找到他们。通过交谈，安妮发现医生就是父亲3个月前拜访的朋友。原本2人想联手弄清丧尸病毒的真相，不幸的是，安妮的父亲不小心中招，感染了病毒。临死前，他请求医生一定不要让他变成丧尸。起初医生狠不下心，直到眼睁睁看着他尸变，才不得不面对残忍的现实，最后一枪爆头送走了老朋友。听到这里，大家都很好奇，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怎么会爆发丧尸病毒呢？原来岛上有一个传说，是邪恶的巫毒教巫医创造了这些丧尸。对此，岛上迷信的原住民们深信不疑，但相信科学的医生认为，背后肯定还有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此时，医生并不知道阿梅出了事，于是告诉4人自家别墅的位置，让他们自行开车前往。几人一路畅通无阻地抵达目的地，可是叫了半天也没人开门，4人只好推门进去。然而接下来的一幕，大家集体看傻。阿梅的尸体躺在地上，几只丧尸正围坐在四周，愉快地吃着自助餐。见到又有人送来新菜，立马咆哮着扑了过来。4人赶紧开车跑路，由于太过紧张，一不小心撞上了一只丧尸，汽车跑偏，彻底熄火。更糟糕的是，彼得的小腿还不小心受伤了。没办法，几个人只能待在原地想办法。要说这2人也是心大，休息时彼得全然不顾有伤在身，居然和安妮在地上亲热起来。突然，一只鬼手从地下伸出，死死扯住安妮的头发。听到呼救声，布莱恩赶紧过来解围。殊不知，独自一人的苏珊也遇到了致命危机。由于他们停车的地方到处都是荒坟，从墓碑上的时间来看，少说也有几百年历史。很快，几只成年老丧尸缓缓从地下爬了出来。苏珊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，吓得呆立，原地一动不动，结果就被丧尸咬了脖子。等到彼得等人赶到，人已经没了。看着心上人倒在血泊之中，布莱恩悲痛欲绝。但现在可不是伤心的时候，必须马上找到医生，好治疗彼得的伤。难道不需要给苏珊补一枪的吗？3人前脚刚走，墓地里的丧尸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，彻底开启了百鬼夜行的生化危机。直到夜幕降临，他们终于走到教堂。然而此时的丧尸群也都跟着溜达了过来，大家赶紧加固门窗，完事后开始制作汽油瓶。万万没想到，教堂里还没来得及处理的尸体也变成了丧尸。医生刚掏出大家伙，还没来得及用，就被丧尸咬死。紧接着，女护士也领了盒饭。咱就是说，不能先把尸体扔出去，再想办法对抗丧尸吗？至此，小岛上只有彼得、金妮和布莱恩还活着。此时，众人临时制作的障碍已经无法抵挡数量众多的丧尸，他们嘶吼着闯入教堂。3人赶紧点燃制作好的汽油瓶，向他们丢了过去。瞬间，教堂燃起熊熊大火，火光枪声连成一片，总算让丧尸知道了现代武器的威力。总之，经过一番苦战，3人终于在重火力的掩护下从教堂后门出逃。然而没走几步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，在众人面前正是已经尸变的美女苏珊。看着昔日爱人重新站了起来，布莱恩跟中了邪似的呆站在原地，随后就被苏珊咬伤了手臂，钻心的疼痛终于让布莱恩恢复理智，赶紧让彼得开枪。故事最后，3人成功逃到船上，但布莱恩还是没活下去。彼得打算用船上的通讯设备向外界求助，结果却听到令人绝望的消息。此时的城市已经被丧尸攻陷，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，政府也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越来越多的丧尸涌入城市。
影片上映于1979年，很多特效镜头现在来看略显拙劣，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还是非常震撼的。里面的丧尸造型也很独特，虽然人物设定强行降智，一动不动送人头，让人无力吐槽，但海底僵尸和大白鲨搏斗的戏码绝对是一大奇观。总体来说，算是一部经典的丧尸片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